Hello，大家好，我是马挺，这是我老婆。Hello，大家好，我是 Juicy。2天前是我老婆奶奶的忌日，每年的这一天，我老丈人的兄弟姐妹都会欢聚一堂，一起缅怀他们的母亲，也就是我老婆的奶奶。今年我老婆奶奶的忌日纪念活动是在她的一个叔叔家里举行的，也就是我老丈人的弟弟，一共摆了3桌，现场非常的热闹。除了我老婆的大伯，也就是她奶奶的大儿子，在胡志明来不了之外，因为太远了嘛，其他的兄弟姐妹全部都过来了，方圆150公里以内的全部都赶来了。其实按照他们这边的风俗啊，这个忌日的纪念活动应该是要在大伯家里举行的，也就是在老人家的大儿子家里去举行。但是因为除了我老婆的大伯自己在胡志明之外，其他的叔叔姑姑，也就是我老丈人的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全都在多乐省，所以为了方便，就在多乐省举办这个纪念活动。这次过来参加聚会的还包含我们在上一个视频中提到的2个姑姑。当时我们在办孩子的周岁宴的时候啊，2个姑姑是没有来的。当然呢，还包含一个大伯，也就是我老丈人的哥哥，另外一个哥哥啊，二哥也是没有来的，因为他们也是太远了，住了好几十公里之外。2个姑姑呢在100公里之外，所以他们没有来。但是这次的忌日的纪念活动，他们都来了。我就给老婆开了一个玩笑啊，说在越南给已经去世的人办这个事情，办这种聚会或者酒席，比给在世的人办酒席办聚会还要重要吗？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当然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没有对逝者任何的不敬，我们只是想讨论一下这里的风俗和人们的观念。Just now I mad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party in your uncle's house 2 days ago. I said not I made a joke with you, not here. Dead people's par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alive people's party. Is it correc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at I think someone will think like that. Not everyone's. 我老婆说呢，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啊。其实有很多人看到这个问题啊，可能会不太舒服。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原因。为什么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种现象，给逝去的人办事办酒席，比给在世的人办事办酒席还要更重要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讲，这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可比性的。首先，它的性质不同；第二个，这个关系也没有什么可比性，因为那个过世的老人呢是他们的母亲，而我们这个办酒席，这个酒席的主人公是我们的女儿，相对于他们来说是孙子辈的啊，而且呢还不是他们的亲孙子，所以这个关系上面就已经没有什么可比性了。但是这个关系如果相近的话，那有没有个这个可比性呢？我想是可以比较一下的。我们去参加过世的人的纪念仪式啊，像这个忌日啊，或者是葬礼啊，一般情况下都要比在世的人，比方说满月酒、周岁宴，还有10岁的生日或者是结婚典礼，相比起来，前者其实更重要。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呢？因为有些人他可以参加前者，但是他不一定会参加后者。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我就这样子问一下，不知道大家赞不赞同？就拿我老婆家里的这些亲戚来举例子啊，如果他们没有来参加这个老人的忌日活动，那么会发生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们肯定会被指责，你不孝不尊重过世的老人，这个后果就比较严重，他们会受到这样的指责。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来参加我们孩子的周岁宴，或者是他们没有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后果会是什么样子呢？后果可能就会是我老婆这边，或者是我岳父母，他们会发一些牢骚，为什么不来啊？看不起我们呢？一点都不重视我们这种关系啊！除了这种想法之外，另外的话会以一种理解的心态去想，也许他们是非常的忙，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走不开，所以呢没有办法来参加。但是如果换成是已经过世的老人的忌日纪念活动，哪怕是你手上有再重要的事情，你可能都得放下，你要赶过来，对吧？所以就这个不参加的结果而言，当然是以过世的人的忌日的纪念活动更为重要。About the sequence, if you don't attend, for example, if your aunties and they don't attend the ceremony of your grandmother, maybe everybody will blame them. They don't respect their the dead people. They don't respect their parent, their mother. So the sequence will be more serious. But if they don't attend our party,
For example, even our wedding, if they don't come and they say they are very busy, maybe we can accept. Nobody blame them too much. So that's why the people think that dead people's par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live people's party. Do you agree? Because I agree with this point, but I also think also depend on the person do party. Or for example, we are not important with them, so they don't join. But the parents' memories, the party, is important, so they will join. Yeah, like this. Not only our wedding, for example, another people party, they think they are important, so they will join. Right? Also, I also have I think about the one reason why you think they think dead peopl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alive people. I think because in Vietnamese culture they believe about the custom. They believe that the dead people can bring more wishes for them, and also protect them like this. So I think when they join they remember more about the dead people. The dead people will bring more lucky for them like this and protect them. 我老婆介绍的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啊。其实越南是很迷信，也是很有信仰的。大家如果在越南可以看到，每家每户他们都有一个那个神龛啊，有的家庭可能不止一个。就像我老婆的这个，就像我老丈人的这个家里面啊，他除了这个房子里面有神龛之外，房子外面就是院子里面还有一个神龛，也就是为了纪念先人的。他们就用这个东西来表达对逝者的一个尊重，然后呢，也相信逝去的人、逝去的先人会保佑他们的平安。所以呢，我老婆也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实很多人来参加这种祭日的纪念活动啊，从内心来讲，他们是被动的，因为他们怕被指责，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被指责的那个后果，因为他们怕被指责，所以被动的来参加。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从发自内心的想要缅怀先人，来表达对他们的尊敬。But when they alive, the people no spend much time for the old people. Yeah, you agree with me, right? They don't spend much time to take care of the old people, or they only will yell at the old people, like this. So they think that they people more important than alive people. But when they die, come to pray for them for what? I don't understand. 为什么在这里啊，人们把这个逝去的人、已经过世的人看的是比活着的人还要重要？刚刚老婆提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也是我想来说的啊，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在这个老人啊生前的时候，可能这些人都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陪他们，在他们生前的时候，这些人呢也没有给予这个老人足够的关心和爱护，并没有表示足够的孝敬。但是在他们过世了之后，而每年都会非常虔诚的来参加他们这个忌日的纪念活动。在这里呢，我并不是想说这个每年都给逝去的人举办忌日纪念活动是不好，我觉得这个传统是非常的好，每年都以这样一个形式来纪念逝去的先人，来表示对他们的尊重，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统。但是我希望人们在保持这样一种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对活着的人、对活着的老人、还在世的老人，多给予他们一些关爱，多花一点时间来陪陪他们，多用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孝顺，而不是在他们过世了之后，再用这种每年忌日活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孝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种传统就已经沦为一种形式主义了。在这里呢，我也想介绍一下在越南的这个忌日的纪念活动和中国的不同，因为全国那么多省市，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风俗。就以我家乡举个例子吧，我家乡是没有像我老婆家乡这边呢，每年都要给逝去的人举行忌日的纪念活动的。我家乡那边呢，只有头一年、头七、五七，然后周年，就是这些。但是我老婆的家乡呢，每年都要举行这个忌日的纪念仪式的。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